一支训练有素的杀手小队包围了森林之中孤零零的小木屋。为了保护最至关重要的证人联邦探员唐纳德和间谍汤姆，以2人的力量对抗密社组织的杀手小队。这种建造在森林之中的小木屋无法抵抗对方雨点一般的子弹，地处偏僻，没有手机信号，唐纳德和汤姆根本无法联系支援。不一会，木屋内没有了动静，密社组织的小黑下令手下进去确认屋内之人的死亡。结果汤姆和唐纳德伪装成尸体，再一次对杀手展开了惨烈的反击。干掉了进入的杀手后，被保护的证人卡拉也加入了战斗。卡拉已经举枪对准了汤姆。唐纳德和汤姆如此舍命的战斗，都是为了眼前的通缉犯前 FBI 的探员利兹。小木屋的关键证人卡拉是唯一能够证明利兹清白之人。得知利兹已经被抓捕，这让密社的主管很开心。但是上一级 FBI 高层发现助理国务卿也是密社的人，助理国务卿索性杀死了 FBI 高层灭口。不料被杀死的高层曾经签署了一项法令，如果把利兹抓捕，就要送到联邦法院审理。大法官非常正直且不是密社的人，现在已经准备材料前来提人，还有3个小时就会抵达 FBI。如果利兹真被送上法庭，恐怕会说出对密社不利的信息，那么就意味着必须要在大法官接触到利兹前将他灭口。地下王国情报之王红魔雷蒙德一直比在乎自己性命还要在乎利兹。得知利兹被捕，雷蒙德马上打电话给 FBI 唐纳德。大法官提走利兹之前，密社会不计代价将其杀害，要唐纳德必须保持12分的警惕，保证利兹的生命安全。雷蒙德的反击计划只差一步就能完成，到时候不但能替利兹洗脱罪名，还能够给密社组织一次致命的打击。雷蒙德随后又给 FBI 技术小哥打去电话，作为 FBI 利兹最好的几个朋友之一，现在只能靠唐纳德和技术小哥保护利兹的安全，这让小哥非常的紧张。自己的电脑技术天赋异禀，但是武力值简直就是渣渣。雷蒙德让他坚强起来，务必坚持到大法官的到来。此时利兹已经被压到，此处很多密社的眼线，更何况隐藏极深的助理国务卿也在，气氛一时间非常的紧张。唐纳德已经有了主意，在本剧开头的时候，雷蒙德就曾被关在这个炸弹都炸不开的密室，还在雇佣兵袭击 FBI 的时候，这间密室还曾救下唐纳德和雷蒙德的性命。把利兹放在此处应该就是最安全的选择。高层被助理国务卿杀死，但是 FBI 探员一无所知，高层根本联系不上。唐纳德非常的不理解，如此关键的时刻，自己的这个顶头上司跑哪去了？正在他和技术小哥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密社主管已经带队赶到，他带来了国安局的文件，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表示利兹涉嫌国家安全，需要把他带到国安局审问。唐纳德当然知道这是借口，但是密社组织里面的成员个个位高权重，下发一纸命令简直不要太简单，手续合法合规。唐纳德一个小小探员没有能力去阻拦。这间密室需要密码才能打开，但是主管惊讶地发现自己明明拥有最高权限，却打不开这间密室。他知道这肯定是被人修改了密码。此时雷蒙德给唐纳德打来电话，是他让技术小哥修改了密码，尽力拖到大法官的到来。现在可以证明利兹清白的关键人证卡拉已经被 FBI 前部长和汤姆藏在了森林小屋，他让唐纳德赶紧去把人接过来。雷蒙德约来了 FBI 探员玛莎，玛莎上一集被古板的唐纳德停职，正好现在有时间，雷蒙德让他跟自己一起去完成自己反击密社计划的最后一步。此时密社主管已经找来了电脑高手，开始准备破译密室的密码。唐纳德知道情况紧急，现在高层联系不上，他只能找到了助理国务卿。唐纳德不知道国务卿是密社的人，还以为此人值得信赖，于是告诉他自己要去森林小屋接卡拉，让国务卿一定要动用手头的资源，全力阻止主管带走利兹。国务卿满口答应了下来。他想起了自己杀死唐纳德上司的时候，高层说了一个名字。Maybe h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her disappearance. 唐纳德一听愣住了，马上表情恢复了正常，表示自己没有听过这个汤米马钦。唐纳德马上找到技术小哥，这个汤米马钦是自己和高层约好的暗号，这就说明国务卿杀死了高层，他是密社的人。自己更后悔的是，居然把卡拉在森林小屋的事情告知了国务卿。果然国务卿已经打电话通知了主管，自己必须马上去小屋，否则卡拉一定会被密社组织灭口。上一集雷蒙德有个非常重要的手提箱，那里面是全部反击计划成功的最重要一步，但是此时却被 FBI 当作物证缴获。雷蒙德决定布下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，从 FBI 手中把保险箱偷回来。唐纳德给前 FBI 部长打去电话，告知密社组织现在就去小木屋了，让部长和汤姆赶紧把卡拉转移。但是部长和妻子已经离开了，自己也联系不上汤姆，因为小木屋太偏僻了，没有手机信号，这也是把那里选择为藏身处的原因。现在唐纳德和部长只能加急赶往小木屋，主管还在破译密码。他很好奇，江湖中都在猜测雷蒙德和利兹的关系，能让雷蒙德这个大魔头如此在意的人物，到底是他的什么人？但是这个答案利兹无法解答，因为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玛莎身为联邦探员，太了解 FBI 的工作流程了。利兹是在西弗吉尼亚州被捕，当时的手提箱就交给了当地警方，但是西弗吉尼亚州没有可以保管物证的 FBI 外勤办事处，所以警方会通知最近的匹斯堡 FBI 外勤处过来接管。此时外勤处已经拿到了手提箱，正在回匹斯堡的路上，现在必须在路上偷回手提箱。雷蒙德早已经制定了万全的计划。雷蒙德来到了自己的一处仓库，这里面几乎应有尽有。雷蒙德找到了所需物品，居然是价值几百万的白面，这把玛莎都给看惊呆了。很快雷蒙德和玛莎来到了 FBI 外勤处回匹斯堡的必经之路，他的手下早已接到指示在此等候。雷蒙德对手下一向都很好，这让大家都非常乐意为他卖命。手下们已经布置好了犯罪现场，弄得就像现场火拼一样，手下甚至伪造了一辆警车，所有条
条件准备就绪，现在可以干活了。手下们换上了本地警员的制服，在此处拉起了警戒线，然后拿出雷蒙德带来的白面，放在了车祸车辆的后备箱，随后胡乱开枪射击，伪造成双方火拼战斗激烈的假象。玛莎拨通了 FBI 政务处的电话，声称自己在这等2小时了，破获了一起贩毒案，缴获了大量白面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派外勤处过来取走证物？对面让他稍安勿躁，外勤处不久前去西弗吉尼亚取证物了，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雷蒙德已经布置完了现场，叮嘱玛莎偷到手提箱后，一刻不停就赶去一处私人机场，自己会在那等他。整个计划的核心就是那个手提箱，还有1个小时大法官就会赶到。主管还是无法破译密码，技术小哥对自己的技术相当自信，让丽兹完全放心。主管他们打不开密室的，但是丽兹已经感觉呼吸困难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间密室是有换气设备的呀。此时主管得意地表示，也许我们打不开密码锁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密室的通风管道发生了氮气泄漏，自己已经派人去修理了，不过一时半会恐怕修不好，这让技术小哥大惊失色。卡拉还被汤姆锁在了椅子上，此时唐奈德赶到，简要叙述了眼下的危险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转移，密室的小黑已经带着杀手小队赶到，现在小木屋四周已经被包围，想要再带着卡拉逃出去基本不可能了。随着氮气的不断注入，氧气已经快被全部挤出密室，技术小哥心急如焚，这就是赤裸裸的谋杀。看着密室走狗们得意的表情，技术小哥无可奈何，不断安慰丽兹挺住，自己去想办法阻止他们继续输入氮气。唐奈德和汤姆一直相互看不顺眼，这个时候却不得不组成战斗小队。小黑已经下令发起进攻，先扔入1枚烟雾弹。卡拉表示，我知道他们是来杀我的，这个时候就不要绑着我了，至少给我一把武器防身吧。小哥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人取消了登陆权限，现在访问被拒绝，自己根本没有时间绕过防火墙。此时密室的氧气已经非常稀薄，丽兹支撑不住倒了下去。小哥心急如焚，现在只能打开密室放丽兹出来了，不然丽兹一定会死在密室。助理国务卿和主管也在秘密商议，如果小哥不输入密码打开密室，丽兹就会缺氧死在里面，可以归咎于设备故障事故。如果小哥打开了密室，主管就把丽兹带走，借口他中途想要逃跑，不得已将其击毙。无论如何，丽兹都必死无疑。玛莎终于等到了外勤处的人，外勤处还在抱怨，刚刚才从西弗吉尼亚出来，就被调度员催得要死要活来这里接手政务。玛莎装作不耐烦，自己已经等了你们快3个小时了。外勤处根本没有看出这是假的犯罪现场，开始按照流程接收白面、枪支等等。玛莎趁着他们搬运证物的时候，悄悄接近了外勤处开过来的车。为了给玛莎拖延时间，雷蒙德手下开始故意拦住外勤处探员。玛莎已经找到了雷蒙德的手提箱，已经准备了一只一模一样的调换，随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和外勤处完成了任务交接。技术小哥只能打开了密码门，经过一番抢救，丽兹总算苏醒了过来。但是技术小哥知道，迎接丽兹的将是更危险的事情。雷蒙德把恐怖分子哈桑交给了委内瑞拉政府，换来了和委内瑞拉国防部长见面的机会。两人也曾经是朋友，但是想见部长一面实在太难了。哈桑在委内瑞拉发动了炸弹袭击案，雷蒙德这算是帮了部长一个大忙，但是部长也只给他15分钟见面时间。此时小木屋还在激战，这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唐奈德和汤姆还有卡拉3人配合斗智斗勇，终于团灭了小黑带来的杀手。主管带着丽兹就要离开，技术小哥无计可施，他本来非常的胆小怕事，但是此刻勇敢的站了出来，颤抖的持枪对准主管，不许他们带走丽兹，大法官就要到了，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拖延时间。丽兹知道小哥是在螳臂挡车，他非常感谢小哥为自己做的一切，但是他不可能阻止自己被带走的。小哥最后只能放下了枪，但是就是他拖延这几分钟，联邦法院的大法官的助理终于赶到，他可不管主管和助理国务卿有多位高权重，按照宪法流程和大法官与 FBI 高层签署的转移协议，丽兹必须交给自己带走。美国和委内瑞拉关系非常紧张，委内瑞拉遭到了美国全面制裁，经济已经崩盘。雷蒙德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可以短时间让委内瑞拉的外债问题得到解决。此时玛莎已经带着箱子赶到，国防部长觉得他在天方夜谭，那可是一笔巨款，根本无法解决。雷蒙德拿到了手提箱，展示给部长的那一刻，让部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$100的真正印钞模板，使用的是美国财政部内部升级版的印刷模板以及编码技术。部长太惊讶了，问他从哪搞到的。雷蒙德表示这是美联储空军运输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事故，但是究竟是不是意外，不是现在讨论的事情，重点是在美国发现以前，能够想印多少美元印多少美元，而且全部是真钞，足以缓解委内瑞拉眼前的外债危机。唐奈德和汤姆准备带着卡拉离开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小黑一直在外面没有进去，他突然偷袭把汤姆挟持为人质。此时前部长已经赶了回来，从背后出手打倒了小黑，现在怎么处理小黑成了问题。密社组织凌驾法律之上，就算抓回去也很快就放回来，但是也许能证明密社组织的存在。大家决定还是把小黑带回 FBI。 等到唐奈德回到 FBI 的时候，密社组织还在和大法官助理纠缠不清。唐奈德表示自己陪丽兹去联邦法院，从现在开始24小时不离身保护丽兹。丽兹对小哥表达了感谢，小哥英勇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唐奈德下令放走雷蒙德的保镖邓比，刚刚关押邓比的牢房，刚好把小黑先关进去。汤姆还在看管着卡拉，丽兹被送往联邦法院。雷蒙德所有反击的条件全部备齐，他约来了小哥深夜见面，这是一处目的，这可把技术小哥吓得不轻。小哥注意到雷蒙德已经挖好了一个墓穴，这更让他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。雷蒙德要把自己活埋了吗？雷蒙德表示这是自己的习惯，这个墓穴是留给自己的，每次要进行一场大战以前，雷蒙德都会来到这里，对着空墓穴修身养性，这个习惯也太怪异了。雷蒙德感谢小哥为丽兹所做的一切，是时候展开最后的决战。一家人正在岁月静好的看电视，此时新闻中播出了通缉犯丽兹的事情，这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。老父亲对几个孩子很不满，一天到晚只知道玩手机。
一家人被吓得不轻，只能小心翼翼上前查看，这才发现掉下来的居然是一个人。时间回到1天前 ，FBI 10大通缉犯排名第4的红魔雷蒙德，为了反击权势滔天的密社组织，已经着手准备了很久很久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个东风就是去绑架密社组织的主管皮特。皮特位高权重，日常都有严密的安保措施，如何悄无声息地把皮特弄到手？雷蒙德制定了天衣无缝的计划。皮特妻子患有焦虑症，会每周去一家高档私人诊所接受治疗，每次主管皮特会全程陪同。这个时候皮特的安保措施最松懈，只有2名保镖，一个在楼下看守，一个跟着皮特夫妇一起去诊所。这里就是雷蒙德进行计划的切入口。诊所在6楼，那就伪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假诊所，引诱皮特入套。雷蒙德租下了闲置的8楼，把这里装修的和6楼一模一样。技术小哥很不理解，怎么才能让皮特毫不察觉的上8楼呢？只要把走廊外面和诊所装修一模一样即可。到时候皮特独自推门进入假诊所后，雷蒙德就能在此将其绑架。不过到时候就需要技术小哥的电脑技术。计划开始正式实施。今天不是皮特妻子就医的日子，但是雷蒙德早已监视摸清了妻子的日常行为路线。FBI 探员玛莎在半路埋伏，故意撞翻了妻子手中的咖啡。玛莎深表歉意，一定要坚持再买一杯送给他。妻子执拗不过玛莎的好意，于是2人回到刚刚买咖啡的小摊。此时前 FBI 反恐部部长登场，拿了一杯下了药的咖啡出现。Here you go again. I am so sorry. 雷蒙德的8楼走廊和诊所已经1比1复刻了6楼，皮特是绝对不会看出有什么不同的。只不过6楼诊所办公室外面有个摆件，实在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替换。于是雷蒙德让手下不要找了，换上一盘苹果，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皮特妻子刚刚喝了几口咖啡，突然觉得呼吸困难、头晕目眩，他以为是自己的焦虑症又犯了。部长再次及时出现，好意要帮忙照顾皮特妻子。妻子让部长帮忙打个电话给医生，怎么今天自己的病情又加重了？医生表示虽然不是约好的固定就医日，但是也可以过来自己帮他查看一下。妻子对皮特非常的依赖，加上部长的煽风点火，妻子特意要医生通知皮特过来陪自己。雷蒙德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前 FBI 探员利兹，为了防止密社再派人刺杀他。在利兹被送往听证会前， FBI 探员唐奈德24小时不离身地保护着利兹。雷蒙德给他打来电话，让他调整心态，稍安勿躁，自己的计划正在完美进行，到时候一定会还利兹清白。雷蒙德把所有人召集在一处，详细叙述了自己最近所做的一切，以及做这些事的目的。主管要去和妻子见面，但是利兹问题没解决，让他很担心，一旦利兹在听证会上说了什么不利的东西，密社组织恐怕会陷入麻烦。助理国务卿告诉他心放肚子里，自己买通了法院的人，利兹绝对不会活着到达听证会。国务卿买通的是一个联邦法警，会在利兹转移的时候动手，一旦成功射杀利兹，密社组织有的就是位高权重的成员，检察官会负责法警的案子，法官负责审判，到时候就会对法警进行精神评估，评估的人都是自己人，可以以法警精神有问题为理由让他无罪释放，只需要去精神病院待几年，到时候法警就能回家陪老婆孩子了。法警被忽悠的分不清东南西北了，让他们先把酬劳给老婆孩子后，兴奋地接下了刺杀利兹的生意。利兹被送往听证会以前，法官先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内部问话。尽管雷蒙德给利兹聘请了最好的律师，但是他犯下的种种罪名被密社组织做的天衣无缝，铁板钉钉，形势对利兹非常的不利。唐纳德也没有闲着，保护利兹的同时，叫来了自己的媒体好友，让他去通知有影响力的媒体报社来法院外，随时等自己通知，到时候会有今天的独家消息。随后打电话给利兹前夫汤姆，最关键的证人卡拉此刻正在汤姆的手中，唐纳德让他时刻准备好。雷蒙德一联系自己，大家就开始同步行动。皮特此时已经来到了诊所，留下1名保镖把守着大门。技术小哥侵入了电梯控制器，玛莎汇报皮特进入了22号电梯，技术小哥马上把这个电梯的6楼按钮篡改，皮特的电梯会停靠在8楼。皮特进入了8楼，丝毫没有察觉这里不是6楼，只不过看到诊所门口的摆件变成了苹果，这让他有所察觉，停止了脚步。皮特并不是起疑心，而是红彤彤脆甜可口的苹果，让他禁不住拿起享用。皮特进入诊所后，这里的装修和6楼一模一样，只是好奇怎么前台换了人，被卡普兰找了借口搪塞了过去。但是进入医生办公室才发现不对劲，不过已经来不及呼叫保镖了。皮特被注射了镇定剂，绑架带走。皮特妻子还在6楼诊所，皮特怎么一直没出现？医生开始给他的保镖打电话，楼下保镖意识到不对劲，皮特几分钟前就已经上去了呀。他马上冲上6楼查看，但是这里只有医生和皮特妻子，保镖急忙呼叫同伴，你们到底去了哪里？等到保镖冲进8楼假诊所查看的时候，皮特早已经被雷蒙德从后门带走。等到皮特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，赫然发现自己已经在飞机上。上级雷蒙德和委内瑞拉国防部长达成了协议，接下来才是雷蒙德开始收网的时刻了。雷蒙德身为黑道地下王国的情报之王，早已搜集了皮特很多令人发指的犯罪证据。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在海牙国际对皮特起诉，皮特很不屑一顾，你们真是太幼稚了。雷蒙德告诉他，这架飞机现在就在飞往海牙的路上，由于美国政府的霸道，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高层被控犯下哪怕一项战争罪，皮特将是第一个获此殊荣。 We don't recognize its authority. But Venezuela does. 美国和委内瑞拉关系非常紧张，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可不惯着他，第一个因战争罪被国际法庭受审的美国高层，到时候皮特算是出名了，很快就会成为媒体新闻的宠。 My government will never let it stand. 雷蒙德就等着这句话，他马上把电话打给了助理国务卿。画面的另一边，部长和唐纳德也在按照雷蒙德的计划紧张执行。他找来的媒体朋友早在法院门口等候。此时汤姆出现，带来了最关键的证人卡拉。唐纳德以代理部长的身份发言，表示利兹被人栽赃陷害，所有的罪行都是眼前的卡拉所为。卡拉曝光在媒体之下，密社组织想
想要把他除掉，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雷蒙德和助理国务卿谈判，一旦把皮特送到了国际法庭，那么密社组织一定会引起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，这肯定是一直极为隐秘的密社组织无法接受的。到时候密社组织怪罪下来，恐怕助理国务卿和皮特都必死无疑。此时电视也在播报，密社组织派去犯案陷害丽兹的特工已经被抓到，这让助理国务卿大惊失色。雷蒙德眼见时机已到，开始给助理国务卿提出解决方案，必须开发布会宣称冤枉了丽兹，然后美国政府英明神武抓住了真凶，这样的话民众反而不会太有意见，甚至还会对美国政府产生崇拜之情。此时到了转移丽兹去听证会的时间，助理国务卿安排的杀手法警早已做好了准备，国务卿已经惊慌失措。雷蒙德要求必须保证丽兹安全，那么刺杀就不能继续。法警准备接电话的时候，此时丽兹已经出现，他没有时间再接电话了，直接挂断准备开始动手。国务卿没有了办法，只能打电话给了唐纳德。 Stop the transport. It's not safe. The corridors are not safe. 幸好有国务卿提醒，这让唐纳德有了提前准备。法警一击不中被当场逮捕。助理国务卿和密社组织紧急商量了一下，随后给雷蒙德回了电话，问他怎么样才不把皮特送到海牙国际法庭。雷蒙德表示，我的律师马文已经到了，他会跟你详细面谈。丽兹被暂停转移，法警肯定是助理国务卿安排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了刺杀计划，肯定是雷蒙德做了什么，而且已经开始起作用了。经过一番唇枪舌战，密社组织同意还丽兹清白，但是丽兹当着众人的面射杀了司法部部长康纳利，这点无法为其脱罪。丽兹必须在这项指控认罪，其他的都可以一笔勾销。马文告诉雷蒙德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于是雷蒙德同意了助理国务卿的条件，他马上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。但是助理国务卿也有个条件，皮特最近做了太多令密社组织不满的事情，他已经逐渐暴露，密社组织要雷蒙德彻底解决掉皮特。皮特曾经伤害了雷蒙德和丽兹太多次，这也正合雷蒙德的心意。马文很快把协议送给了丽兹，这是现在最好的结果了。只不过丽兹过失杀人罪必须成立，但是缓刑不用坐牢，可以接受唐奈德的看管。不过 FBI 有个铁的规定，一旦探员犯法，就会被开除，永不录用。唐奈德表示会以线人的名义雇佣丽兹，这样他就会依然在 FBI 工作。搞定了所有问题后，丽兹在认罪协议上面签了字。很快，助理国务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向冤枉丽兹表示了道歉，并且声称被杀的司法部部长康纳利是密社组织的人。虽然丽兹开枪打死了他，但是密社是美国政府的敌人，丽兹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举行抗辩。大法官已经受理并且支持了丽兹。 Peter Kostiopoulos is also part of this conspiracy. 这让皮特大吃一惊，但是他心里已经明白，自己作为背锅侠已经被密社组织所抛弃。看着助理国务卿在台上侃侃而谈，皮特一时间心如死灰。雷蒙德已经一脸阴沉地看向了他。地面上一家人正在看新闻，突然什么东西从天而降，把这家人的屋顶砸出一个大洞。几人小心翼翼上前查看，这才大吃一惊，这不是新闻中播放的叛逃之人皮特吗？前 FBI 反恐部部长恢复了原职，雷蒙德则是找到了助理国务卿。You could build us up and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. 这就是他电话中的最后一个要求。丽兹也被释放，办完手续走出法院的时候，雷蒙德已经在外等候。面对这个到目前为止仍然不知道和自己什么关系的老头子，丽兹心中充满了太多的感激。